我化形，就去向你父母提亲。你说话算数。当然。刚刚那是什么？好险！李离，按照当前速度，再过5个小时，你就能抵达门。5个小时，只要把他带回去，人类真的就能修仙？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18年前，一道连接2个世界的门出现在地球，7名修仙者闯入地球，他们在不同城市之中大举破坏，肆意屠杀。更是在谈笑间将人类的正规军轻易踏灭，所有常规武器都无法对他们造成杀伤。为了杀死他们，人类无奈动用核武，以牺牲7座城超过90%的人口为代价，与那7名修仙者同归于尽。从那一天起，全球各国放下争端，组建人类联合情报局，数十万特工进入修仙界，以掌柜、商人、奴仆和宗门弟子的身份潜伏，调查、渗透、暗杀、窃取，只为让人类活下去。为了盗出9霄剑典养灵篇，164名资深特工先后牺牲。最后接过任务的我，不是精英行动人员，只是一个潜伏在9司里的1级后勤特工。姐，再等我5个小时，我把人类的成仙之法带回去，你就能得到最好的治疗了。参谋长，9霄剑宗方向出现超高能反应。老祖，窃贼的速度突然提升到了4级，弟子全速追赶，也只能达到3级，根本追不上他。窃我剑宗传承，杀我剑宗弟子，还敢在本座眼皮底下逃走！布告沿途各宗，胆敢阻拦本座者，皆视为剑宗死敌。31区确认发现目标，28区确认发现目标，24区确认发现目标，已完成速度测算，目标速度6倍音速。李离，收到，请指示。坏消息，不是最坏的消息。请讲。9霄剑宗化神老祖已经亲自出动，目标速度6倍音速，3小时40分钟后他会追上你。可我还有将近5个小时才能抵达门。没错。战机还能提速吗？已经是极限。改变路线呢？没有意义。化神拥有神识，无论你藏进山林、江河还是地底，他都能把你找出来。能打吗？不能。化神修士不是我们现阶段能够战胜的敌人，核武也无法将他杀死。如果我被抓呢？他会搜查你的神魂，剑典会被夺回，所有与你接触过的特工都会暴露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会从你的记忆里找到门。一个化神修士就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。明白了。真到了最后一步，我会自己处理。校部长，我姐姐后续的治疗……李离，你还有3个小时40分钟，任务还没有结束，会有办法的。当前任务已经失败，不能让任务人员落入敌方手中。
准备下达劝死令。不行，他还有时间。半个小时。什么？半个小时内拿出阻止化神的方案，否则正式下达劝死令。命令李黎在敌方接触前终止任务，销毁全部装备与情报。向部长，指挥中心是否收到？指挥中心主动切断了通讯，他们放弃任务了吗？正式命令下达之前，任务就没有结束。现有导弹无法锁定6倍音速目标，就算能够锁定，也破不开化神修士的护体灵钢。电磁轨道炮呢？炮弹初速足够，但只能进行直线攻击。化神的感知范围远超武器杀伤范围，它可以提前躲避。向部长，只剩8分钟了，继续想！我们几十万人潜伏了18年，好不容易把间谍送到了距离门只剩5个小时的地方，不能因为一个化神，就让所有人的牺牲全部白费！前方15公里就是接应点，只要抵达接应点，我们就成功了。这次回去，兄弟们都能上纪念墙了。有趣的蝼蚁。前辈，这群贼人盗走了我宗至宝，还请前辈出手将其拦下，我宗必有重谢。简单。快散开！李黎不需要战胜化神。调出人类现有最大当量核武参数，正在调取。3项弹，那是末日武器。它产生的核污染和放射性尘埃，足以让爆炸区域发生生物大灭绝。那里不是地球。18年前，我们在自己的城市使用核武，为了尽量减少幸存者伤亡，不敢使用最大当量。可如果爆炸地点是在稻仓，我们不需要考虑城市重建，不需要考虑土地污染，也不需要考虑生态恢复。可就算是1亿吨当量，也未必能够杀死化神。没有打算杀死他。高温、冲击波、核辐射和大范围物质气化，至少可以击碎他的护体灵钢，扰乱他的神识，逼迫他停下疗伤。我们只需要1个小时16分钟。爆炸中心周围不可能有生物存活，放射性尘埃还会随着气流扩散到更远区域，死亡的可能是百万、千万，甚至上亿生灵。向最高决策层提交申请。1亿吨当量3项弹，你知道自己申请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吗？知道。如果李黎死了，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特工，164名探员的牺牲会全部白费，而人类下一次拿到适合自己的修仙传承，可能是10年后，也可能永远没有下一次。为了人类的未来，就可以牺牲另一个世界的平民？不可以。但我们必须这么做。善良是文明必须拥有的东西，可现在的人类还没有靠善良活下去的资格。一旦发射，我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的罪人。决策是我提出的，所有罪名由我承担。你认为这一切值得？只要人类还能活着讨论今天的历史，就值得。
弑神者装载完成，正在接收目标区域与飞行路径。CN07195李黎，是否收到？收到。项目长，最终指令是什么？经人类最高决议通过，普罗米修斯计划继续执行。还没结束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从现在起立即降低速度，改变原定航线。改变航线去16区做什么？人类将向道舱发射一枚1亿吨当量3相弹，拦截化神。3相弹？没错，你的任务是把化神引入16区预定爆点。16区不是一座王朝都城吗？快跑啊！不能把它引去无人区吗？化神速度太快，感知范围也太广。16区上空没有北雨，适合弹体末端锁定。化神经过人口密集区域时，会主动减速，收敛威能，避免沾染过多因果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准确命中它的机会。可城里的人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呢，要为了他们，让全人类承担灭亡的风险吗？李黎，你害怕成为历史的罪人吗？怕。我怕有一天，姐姐醒来后知道我做过什么。可我更怕人类连活进历史的机会都没有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爹爹，天上飞过去的是什么？也许是仙人的法器。李黎，敌方路径与预测结果一致，抬头，你应该可以看见他了。已发现目标。目标正在减速，继续保持当前航线。没有我的指令，不得提前撤离。收到。区区遁空法器，也妄想逃出本座掌心。敌方已进入预定范围。弑神者完成末段锁定。李黎，弑神者还有10秒抵达。收到。3秒后立即脱离。走。雕虫小技。闪！这是什么？该死的贼子！不要让本座知道你们是谁，剑宗与你们不死不休！确认发现敌方目标，目标遭受重创，正在向九霄剑宗方向撤退。敌方停止追击，拦截成功。李黎 ，CN07195是否收到？收到。敌方已经撤退，继续前往0号区。明白。
小心！特工编号 CN071195，李黎，信不辱命，任务完成。这是任务物品。好。我宣布，普罗米修斯计划执行成功，我们到来了神火。从今往后，攻守一行，灵门向人类敞开。人类终于可以修仙了。欢迎回家，李黎探员。接下来为您开启庆功模式。关闭庆功模式。还没睡？睡不着。16区最终确认死了多少人？暂时无法统计，那片区域目前没有任何特工能够靠近。明白了。明早9点到我办公室来，组织需要你做出一个新的选择。攻退，功成身退。你完成了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任务，组织不会要求你继续冒险。签下它，你可以永久退出一线，余生所有生活保障都按照最高功勋人员的标准执行。我姐姐呢？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她都会接受最高等级的治疗。这是你过去一直想要的生活。特洛伊计划呢？开灵实验已经准备好了，间点的初步解析已经完成，理论方案已经具备执行条件。完整开灵需要5种高级灵物相互配合，最后再借助间点内部残留的灵性，为实验者开辟根基。现有资源只能支持23个人。没错，这已经是人类18年来积攒下的全部家底。我是第1顺位。没错。你长期生活在道仓，又数次直接接触间点，你的身体数据和灵性反应最完整。从实验角度上来说，你是最合适的第一批对象。成功率呢？没有人体实验数据，无法计算。为了激活生命底力，实验者必须进入濒死状态。我们还要用现代医学手段，尽可能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。选哪一条，由你自己决定。做决定之前，我想先去看看我姐姐。去吧，无论选什么，都不用向任何人证明自己。这一阶段的细胞替换很顺利，部分皮肤已经停止溃烂，脑部受损区域也没有继续恶化。还要多久才能醒？现在唤醒他，只会让他承受无法忍受的疼痛。等身体修复达到安全线，我们会逐步解除深层镇定。谢谢。姐，我回来了。这次闹得有点大，突然有一堆人管我叫英雄，听着挺不习惯的。将部长给了我2个选择，一个是退下来，以后留在这里等你醒；还有一个是去做开灵实验，能不能成功不知道，能不能醒过来也不知道。我本来想等你醒了再问问你的意见，可你这觉睡得也太久了。当年是你回头拉了我一把，这次我想自己往前走一步。你先好好睡，等你醒了，我再告诉你修仙到底是什么感觉。
希望我们还能再见。我是本次实验的状态监控负责人白子，接下来我知道风险，直接开始吧。无根水注入完成，地灵乳15%剂量，正在注入。李黎，保持意识，记住你的名字，记住你为什么躺在这里。李黎，为了让人类修仙，五行灵物同时介入。实验对象生命指标正在快速下降，继续下去会进入不可逆休克。体外循环接管，继续。小黎，往前跑！我还不能停下。心跳停止，是否启动复苏？不启动心脏复苏。再拖下去，他会真的死亡。体外循环仍在维持脑供氧。现在才是二次诞生的开始。还有多久？不知道。间谍产生回应，记录全部灵性波纹。五行相冲，继续下去，他的丹田会被撕碎。恢复自主心跳。人类的第一个修仙者。我睡了多久31天07个小时。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丹田附近有没有痒胀感？呼吸的时候，肚脐附近好像也在收缩。那是你的灵根在进行第一次自主吐纳。这就是灵气。欢迎踏入修仙世界。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当然见过，我们是同一个防空洞的幸存者。10岁那年，我们还参加过同一批特工能力检测。你是那个测试成绩比我高却主动退出的女孩？不用说的这么详细。我不适合上前线，所以选择成为研究人员。没想到当年成绩垫底的你，坚持到了今天。我只是比别人多练了几年。10年可不叫几年。放松身体，按照训练时的吐纳节奏呼吸。五行属性全部达到天品阈值，五行相生，没有任何属性冲突。天阳五行，放在道仓也足以列入绝世天骄。其他实验者呢？23人参与实验，21人成功。X007，X 代表拥有修炼能力的行动人员，007是普罗米修斯计划的继承编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由一级后勤人员转为最高优先级行动人员。X007李黎接受任命。开灵成功只是特洛伊计划的第一步，下一步是什么？回到道仓。第一批开灵者将重新进入道仓，成为真正的修行者，进入宗门、世家以及各类修行势力，
取得过去只有修士才能接触的功法、资源和情报。九霄剑宗，没错，你这次的潜伏目标就是九霄剑宗。刚从他们手里逃回来，现在又要主动走回去，怕吗？说不怕显得太假了，但我不会退缩的。程青叶，特洛伊计划首批成员之一，他是这次行动中与你共同前往九霄剑宗的搭档。他以前进入过道仓吗？没有，他从小接受完整的特工训练，但这是第一次执行道仓潜伏任务。第一次任务就进入九霄剑宗，他的个人能力比你入职时更优秀，但你在道仓生活了4年，也真正经历过宗门追杀，路上由你负责判断风险，帮助他尽快适应道仓。明白。具体怎么进入剑宗？组织会将你们送到九霄剑宗所在的更元州，之后根据当地情况，由你们自行判断。你们首先要获得合法身份，成为九霄剑宗真正承认的弟子。身份没有稳定之前，不要急着取得任何成果。活下来，比立功更重要。收到。身体数据采集完成，详细报告稍后会发送给你。麻烦你了。以后你的身体状态、修炼进度和用药情况都由我负责。我系统学习过道仓修炼体系，也是组织为你安排的健康顾问和修炼指导。那以后就拜托你了。还有一项私人安排。什么安排？长期潜伏在道仓的行动人员，不能和其他一线特工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，避免在执行任务时互相影响。所以行动人员的生活和情感需求，通常由留守欧米茄特区的工作人员负责。你的意思是，组织把我们匹配到了一起？对。这种事情还能有组织安排？双方都有拒绝的权利。在你之前，组织为我安排过10多次，我全都拒绝了。这次为什么没拒绝？你完成了普罗米修斯计划，又是首批开领者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还真够现实的。利益关系又不丢人。你明天就要重新出发，今晚回宿舍以后不用锁门。这么直接？没时间慢慢培养感情了。警觉性不错，哪怕在睡眠中被人靠近，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。我只是忘了自己已经回到地球。走吧，吃完早餐要准备离开了。好。你还挺会照顾情绪。在其位，思其职。我享受了你的功勋待遇，自然也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如果我这次没能回来，你的抚恤会分给我、你姐姐以及可能存在的孩子。我姐姐呢？你会帮我照顾她吗？会。不是因为我现在有多爱你，而是组织既然把我们安排到一起，我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现在你也算有家室的人了，到了道仓，别为了证明自己随便拼命。就算真有孩子，你也不想让他只能看着照片认识父亲吧？你这话说的还真好听。一路平安。李黎你好，我叫程青叶，以后就麻烦师兄多多照顾啦。合作愉快。师兄的反应比我想象中冷淡。你的笑容是专门训练过的。哼，看来对师兄没有用，留着对任务目标用吧。特洛耶计划首批成员立即登机。
们分别负责其他区域。不同区域的人种外貌不同，选择外貌最相近的特工，能够减少身份暴露的风险。我们负责东仓。这次还是没有人直接进中天。没有。天人的外貌和生命特征太特殊，仅靠化妆和科技伪装无法骗过他们。所以要进入中天，只能先从东仓寻找机会。九霄剑宗的祖师来自中天，剑宗或许就是人类接近中天的入口。青叶，到了。进城之后，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相互照应。不用。为什么？两个没有背景的天才同时出现，本来就容易引起怀疑。如果我们还以亲属或者伙伴身份进入剑宗，他们一定会调查我们的过去。你想让我们分开，进入不同派系？这样能接触到更多情报。从进城开始，我们只是途中遇见的同路人。我第一次进入道仓，能完全信任的只有你。任务优先。李离哥，你真狠心。别对我用这一套。明面上不能联系，私下总可以吧？特工守则第12条，行动人员之间不得建立过度亲密关系。哼。萧剑城原本有3处据点，间点失窃后，其中1处已经暴露。据点人员呢？据点依附的江湖帮派以及相关家眷都被剑宗株连。剑宗现在查到哪一步了？他们认为盗走间点的人来自蛮域古门。古门？你逃亡途中借助过虫妖，还在千毒洞中杀死了追兵。3象弹爆炸后，附近幸存者飞禽走兽和草木都出现了脱发、溃烂和腐朽症状。剑宗无法理解核辐射，认定那是古道的生机腐朽之毒。古门替我们背了黑锅，但剑宗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。程青叶计划明日参加事件，让他先进去，我暂时留在城里，和他错开入宗时间。姑娘若是无法进入仙门，也可以随我回王都，我可许你一世富贵。他怎么可能无法入门？就算天赋稍差，我也愿意拿出自己的修炼资源帮他。诸位公子待我真好。下一位，程青叶。林建明，先天灵根，灵根异象，先天玄冰灵根，上3品之姿。不错，先天玄冰灵根，第5脉后继有人。你不用参加其他考核，随老夫直接进入内门。谢谢长老爷爷。上来吧。长老爷爷，您能不能飞慢一些？第一次遇见，害怕也正常。抓稳了，老夫慢些便是。程青叶年轻，天赋显眼，直接以天才身份入宗最为合理。可我已经24岁，如果真是先天灵根，不可能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。我要先成为一个错过修行年龄的杂灵根武者，年少不得志，习武多年，最终大器晚成。下盘稳，反应快，出手也够狠。可惜你接触武学太晚，错过了最好的年纪。孙教习，其实我有灵根。有灵根为何不去仙门？只是杂灵根。原来如此。你的身体底子很好，应该从小就没有停止锻炼。
但你学的都是杀人斗恨的路数，不懂如何运转血气。请孙教师赐教。那就先学本馆内功荡尸功。屏息，收腹，弓背，剑举过头，内劲随血气推向手腕。千钧斩，第一次运劲便能成功。你是个武学天才。杂灵根也有改变的机会。杂灵根有3逆：机遇逆、五行逆、阴阳逆。武功修到高深处，前2逆都有机会改，唯独阴阳逆几乎无解。如何判断自己属于哪一种？这些可是武馆几百年积攒下来的经验。5两金子，请教习指点。那好说。人体灵属虽然繁多，归根结底都在阴阳5行之中，进起为阳，进落为阴。我现在传你感灵功，不要只感受力量，去感受力量升起与落下时身体中最细微的变化。孙教习，若是5行全为阳，又是什么灵根？天阳5行，只是随口一问。那是传说中的天灵根，庚元州1000年都未必能出现一个。李黎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，真有这种灵根，千万不要独自登上试剑台。为什么？萧剑城内藏着各宗奸细，他们杀不了已经成长的天骄，却敢用命毁掉刚测出灵根的新人。剑宗内部呢？新派可能会夺人灵根，旧派不会。旧派讲究修剑先修心。如何分辨新旧派？赶路遇剑而来，多半是新派。旧派的剑只为杀敌，平时不会踩在脚下。多谢孙教习。遇剑而来是新派，还不是时候。吃东西能不能小声一些？抱歉，太饿了。那人是谁？李黎，武馆的外客，平日独来独往，也不和武馆的人来往。来历查过吗？没有。是啊，这些来历未查。我这次下山正是奉命调查城中奸细，把他留下，带回去问几句话。可我们没有证据。问过之后，自然会有。孙师妹要去哪里？找我爹。一点小事不必惊动孙叔。李黎是武馆的客人，要抓他，至少该让孙教习知道。先请孙师妹去内堂休息。让开！赵月哥只是问几句话，你紧张什么？带进去，其他人去后院把李黎带回来。李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赵月准备把我当成奸细邀功，我不想牵连武馆，让我走。我会禀告孙教习，让赵月向你赔罪。先随我回去。回去以后，武馆真会放我走吗？赵月是武馆进入剑宗的希望，我不能拿整个武馆的前程冒险。张护院，你是个好人。你很果断，可惜实力还差了一些。未必。何必呢？啊！张叔，李黎畏罪潜逃，还杀了武馆护院，立刻通知卫所，全城缉拿奸细。发现此人者，立即上报。快！走！出了什么事？无妄之灾，一个剑宗杂役想抓我邀功，武馆选择站在他那边，会影响入宗计划吗？不
会影响。里面有荡世宫、赶灵宫、达灵根三逆以及剑宗新旧派的情报，尽快送回组织。明白。那就是影楼的剑12，年纪轻轻便已是武林宗师，传闻他身负剑灵根。万剑齐鸣，先天剑灵根，杀！这剑会自己杀人，剑中有灵，此剑本身便不亚于一名化神坐镇。旧派接引者，一群宵小，也敢在剑宗眼皮底下作祟。长老，此人杀害武馆护院，正被卫戍通缉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护院要把我交给赵月，我只能杀人脱身。他若不是奸细，为何不敢接受调查？因为孙教习曾提醒我，我的灵根可能有异，在剑宗旧派长老到场之前，绝不能独自登台测灵。今日长老既然在此，请准我先测灵。装神弄鬼，我看你根本就是……天阳五行，天灵根，绝世之姿。好，好一个天灵根！你说天灵根是奸细？长老，我不知道他的灵根。哪家势力会舍得拿天灵根做奸细？为了几分贡献，险些毁掉剑宗千年难遇的天骄，你死不足惜！不可能！武馆中可有未参与此事之人？孙教习与他的女儿孙兰没有参与，其他人我不能确定。留下那2人，其余相关者全部处理。觉得老夫杀的太多？只是有些人未必知道赵月真正想做什么。今日放过他们，明日他们不会感激你，他们只会怨你为什么不能乖乖去死，成全他们的前程。晚辈受教。此物名为性灵引，炼化之后，灵根便会与你的性灵彻底合一。谢长老赐宝。活着时候，谁也挖不走你的灵根，毫无阻滞，却为先天灵根。这便是天灵根，可惜已经错过最佳入道年纪，骨肉必济，今后成就有限。我以3品炼净根换他的天灵根，如此资质，却偏偏错过天时，留在他身上确实浪费。不换，此事宗主已经首肯，把天灵根交出来。他已经炼化性灵引，活着不能挖，死了照样可以。爹，我要他的天灵根，杀了这个废物！想挖李离的灵根？宗主首肯，老夫无话可说。可若老祖不肯呢？有道法者，自然也。勿动一心，顺其自然。是他，老祖，我儿有问仙之资，天灵根给他，剑宗未来必然崛起。如今竟被他保了我一命。此地5行皆有，灵气播杂，对其他弟子是绝地，对你却是难得的修炼之所。多谢长老。你尚未入道，可需要老夫替你建屋？劳烦长老，就建在那块剑岩下面，那里每逢雷雨都会引雷，晚辈喜欢安静。没想到长老还精通木工，凡人时的家传手艺，心乱时做些木工可以平心静气，这也是魔剑。旧派有2条修行之路，第一条纳剑，
不争不抢，不参与宗门任务，以100年、1000年养剑。第2条，拔剑。宗门会提供资源，但任务、考核、比武与秘境一样都不能少，更快，也更容易死。我选拔剑。你本就错过天时，已经落后同辈，逆流而上确实更适合你。拔剑者修争鸣篇。敢问长老，9霄剑典共有多少篇？9篇，1片一霄天，9篇合一便是完整的9霄剑典，完整的修行体系。但旧派修行不许一步登天，你必须从人阶下品功法开始，一层层修，一层层悟，直到有一日练出属于你自己的剑典。你既然选择拔剑，便不会有人一直护着你，筑基之前靠自己活下去。晚辈明白。等你筑基，可以来拜老夫为师。我会努力活到那一天。宗符、剑令和修炼物资都在里面。嘴上说不管，东西倒是一件没少。3000多部功法，怒剑长老偏偏替我选了最普通的一部。从反帖开始吗？举剑是息，落剑是护。10年训练都熬过来了，没道理败给一把铁剑。灵气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才算真正踏上修仙路。以后就叫你破晓。入宗未满3年的弟子，立即前往斗剑台参加外门小考。刚入门就要考试，剑12，总不能真拿杀手组织的名号当名字吧？云天路、李黎，他们都有伴，不如我们2个搭个伙。好，李兄是天灵根，为何还在使用反帖？怒剑长老让我从最普通的剑开始练，反正我起步已经晚了，也不差再慢一点。第1项，在悬崖上留痕，距离越远，痕迹越深，成绩越高。剑距500米，入岩3分。有。他要进攻。天灵根连剑气都不会。斩！进攻无痕，这就是天灵根。没有灵兵，没有灵技，修行的还是人阶功法。单凭肉身和灵力做到这一步，凭良。只是你这旧派路数，也未免走得太彻底了。弟子会继续磨剑。第2项，同境比武。败者本月修炼资源归胜者所有，被挑战者不得拒绝，每人最多被挑战3次。长老，我挑战李黎，我先开口的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！都把我当软柿子了。既然都想上，那便抽签。李师弟得罪了，请。站住！无人说。继续。这里是斗剑台，凡斗剑必须见血。我都认输了，你还下这么重的手？上了斗剑台，还指望敌人为你留手？李黎若敢心软，今日断臂的便是他。剑宗的规矩比我想象中更直接。什么身法？长老，弟子还可再战，我选他。
你确定？确定。开始。这是什么身法？不是身法，是杀人的本能。身形如鬼魅的刺客之剑。我输了。远不能千里取首，近不能刹那杀敌。被一个刚入道的弟子近身便败，你们也配称剑修？李兄的剑不像宗门剑法。我以前混过江湖，学的都是活命手段。我也是。以后你我同在旧派，还请互相照应。好。李离哥，有新任务。养灵篇需要补充灵性，先天剑灵根可以作为补灵材料。组织原本准备让我动手，但你现在更容易接近云天路。刚认下的老弟，就要挖他的灵根。X007李黎，请求调整剑灵根任务。说明理由。云天路是先天剑灵根，也是旧派重点培养对象。他活着可以替我分担新派的注意，还能成为一把可以利用的刀。你的意思是暂缓行动？给我时间寻找其他补灵方法。申请通过。3年内你需要取得价值相等的补灵物或补灵情报，否则剑灵根任务恢复执行。明白。原来修士眼中的世界是这样。他选了10份功，这功法什么气都吸，修炼时连废气都不放过，什么灵气都能吸，正适合我。李老哥准备选哪一门？丹道。好，那不如学剑丹。剑丹和普通丹药有什么不同？普通丹药以灵气入药，对剑灵根的作用不大；剑丹以剑气淬炼，更适合真正的剑修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何没见人练？炼制太难，服用时也有危险。宗门里的剑丹师早已断了传承。李老哥若能练成，我愿意替你试丹。说了半天，是想让我以后专门给你炼丹？互相照应嘛。长老，弟子想学剑丹术。剑丹一脉早已没落，难练难用，稍有差错还会先伤炼丹者，再害服丹之人。你是天灵根，无论学气、阵还是符，都能少走许多弯路，何必偏偏选一条已经断绝的路？正因为断了，才值得重新接起来。你已经决定了？是。剑丹没有师傅教，也没有现成丹方让你照抄。地火池最里面还有一间废弃丹房，里面保存着最后一份剑丹传承。1个月内炼出1枚可以服用的剑丹，炼不出来，本次丹道考核便以不合格论处。弟子领命。去吧，传承只能告诉你前人走过哪条路，能不能走通，看你自己了。又有人来学剑丹了，请前辈赐教。剑丹一脉已经断绝多年，老夫教不了你。这里有残留的传承，以及3枚前人留下的样丹，能看懂多少，能练到哪一步，只能靠你自己。弟子明白。不是把丹药炼成圆形，而是用剑气不断切割、挤压，
让丹佩一步步逼近原形。切面越多，剑气控制越精准，品阶便越高。夜路花多了半钱，药系无法凝聚。火剑气再慢一些，药系便会提前流失。终于成了。冲灵剑丹，请长老验丹。丹成32面，已入中品，药力远胜普通冲灵丹，丹毒也几乎被剑气淬尽。本次考核甲等。是啊。剑丹真正困难的，不只是火候，而是对分量、时间和切割精度的控制。可这些，机器都能做到。李老哥愿意修习剑丹，此情我记下了。我主要是自己感兴趣。那我筑基时，能否请老哥为我炼一枚筑基剑丹？没问题。灵药你自己准备10份，等我达到炼气3境再动手。好。剑丹数据已经全部收到，后续实验由地球研究部门接手。明白。剑丹的情报已经送回去了。可我还是炼气2境。青叶已经筑基，云天路也快了。我不能一直躲在这里，该把修为追上来了。照这个速度，至少还要3个月。外门弟子本月资源全部在此，有没有不限制修为的宗门任务？你还未到炼气3境，不能离宗，也接不了高额任务。除了宗门发放和比武争夺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得灵气？真不挑的话，废丹谷和残气山倒是多，不过那里的灵气又浊又毒，只有杂役弟子才会冒险提炼。废丹谷在哪里？李师兄贵为天灵根，为何还要来废丹谷？我需要这里残留的灵气，这些废丹是我们杂役弟子仅有的修炼来源。李师兄拿走了，我们便只能空手而归。废丹谷并不属于任何人，剑宗讲究争。李师兄既要这里的灵气，便要先胜过我们。那便按宗门规矩来。堂堂天灵根，竟来欺负我们这些杂役！我只是来取无人要的浊灵气，你们不愿让路，所以只能先打一场。他把浊灵气炼化了，废丹谷竟然能照进阳光了。李师兄吸走灵气，却也替我们清了丹毒。李师兄若还需要浊灵气，残气山比这里更多。带路。禁毒器，所有人退开，不要靠近。放射性物质。埋在这里至少200-300年了。
附近的杂役弟子这些年是否时常无故染病？回长老，一直都有，有人脱发溃烂，也有人莫名衰弱，最后被逐出宗门。金毒气在残气山埋了数百年，这么多杂役染病，竟始终无人上报。残气山历年数次易主，100年前的事情未必与今日之人有关。有没有关系？查过之后才知道，是谁炼制金毒气，谁将其送来残气山，杂役染病之后，又是谁将消息压下，全部查清。你虽是无心，却替宗门清出了一桩数百年的隐患，赏你1年修炼资源。谢长老赏赐。宁静。丑是丑了点，能用就行。修炼时可以吸收灵气，挨打的时候也能吸，适合我。外门弟子达到炼气灵台境，可申请离宗历练。终于可以下山了。X007，确认明日申请离宗。确认。新派曾经想夺取你的灵根，外宗、魔道和散修之中，也有人对天灵根开出了悬赏，所以我一出山门，就会有人跟上来，概率很高。那就把我明日下山的消息放出去，主动泄露准确时间，会引来不止一股势力。来的人越多，他们越不敢相信彼此。那我要让所有人都以为别人先一步抓走了我。驱虎吞狼。没错，再送一枚记录山石信息的灵石诱骗装置过来。鸟形无人机将在1刻钟后投放。外门弟子李离申请下山历练，修为符合外出条件，出了山门，若与私人争斗，生死自负。弟子明白。准了。李离已经通过申请，正在前往山门。李离今日下山，既然选了拔剑，便让他自己走，只需记下，谁敢在山外伸手。鸟形无人机发现异常，他们没有走正门。没有，未从正门登记，意味着他们接下来的行动不受宗规保护。看来不是来送行的。萧剑城方向有6支队伍正在接近，敌宗奸细、魔道修士、散修都有。消息都放出去了。他们得到的消息各不相同，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最先知道你下山的人。很好。有人先到了，李离已经被带走。把天灵根交出来！人不是被你们藏起来了吗？先拿下他们！等他们2败俱伤，我们再去天灵根。原来你们也来了。动手！敌宗
宗、魔道、散修，与预料中的一样，谁都不相信谁。何方小贼，胆敢在剑宗山下动手！李离呢？这里没有他的气息。天灵根被人带走了！天灵根被人带走了！天灵根被人带走了！弟子赶到时，各方修士正在混战，李离已经失去踪迹。离宗不到1个时辰，就在剑宗山下，一个天灵根没了。立即封锁周边城池，召集弟子寻找，不可大张旗鼓。人都丢了，你还怕丢脸？外界已经在看剑宗笑话，此刻公开寻找，只会让所有人知道剑宗连弟子都护不住。天灵根落入外宗手中，每迟一刻都可能被任化夺舍。他选择下山，就应该承担风险。你究竟是不想惊动外界，还是根本不想把他找回来？先是剑点失窃，再是残气山埋着数百年的金毒气，如今发现金毒气的人又失踪了。半日之内，给本座拿出一个共同方案。李离哥，剑宗已经吵了5天，旧派主张全力寻找，新派只同意暗中调查，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形成统一命令。看来有人不希望我回来。是否需要安排你重新入宗？暂时不回去。说明原因。怒剑长老说过，筑基以前靠我自己，正式拜师之前，旧派不会为了我和新派彻底翻脸。现在回去，只会重新被困在他们的争斗中。你准备在外筑基？等我有资格拜师，再回剑宗。贵客第一次来，第一次。喜欢什么样的？成熟一点的。贵客真有眼光，宁燕正在3楼等您。X007李离，是我。这里有一个只有修士才能执行的任务。目标是什么？魂玉。灵式诱骗装置，核心材料就是魂玉，这么大一枚，足够制造10余台诱骗装置。矿脉里发现了魂玉？没错，归玉兰宗管辖的一处灵玉矿，最近流出了大量魂玉。魂玉通常不会成批出现，所以我们怀疑那些魂玉不是自然形成的。矿区附近已经失踪了上百名儿童，很可能有魔道修士在里面培育魂玉。任务要我取得魂玉，更重要的是查清培育方法。如果培育魂玉需要用活人呢？把方法带回去，组织真的不会使用。16区的3项弹，是谁把化神引入爆点的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早已不在战场之外。敌人已经掌握的方法，我们必须先弄明白。取得信息之后如何使用，由人类自己决定。把矿区的完整情报和装备给我。跟我来。以 X 为前缀的装备只供开灵特工使用。注入灵气后，巨刃会高速旋转，专门破坏阵法光幕和修饰灵钢。开枪前必须用灵钢护住手臂，否则敌人没死，你的手会先断。子弹威力如何？爆炸被限制到半米范围，
正面击中，筑基修士也扛不住几枪。受到攻击前注入灵气，防御才会生效。时机错了，它只是一件普通衣服。200多枚闪光弹，你是准备把矿洞照成白昼？我以前在洞里吃过亏，光越多，我越安心。谢主，小雪雪啊，主阵者找到了，是否需要等待他独处？不用，他现在的警戒最低，就算房内发出声音，其他人也不会怀疑。又在胡闹！现在这里才是真正的牢笼。谁？最近阵盘总是乱响。放心，有阵法护着，金丹来了也进不来。什么东西？失踪的孩子都在这里。魂玉是从他们的头颅里养出来的。发现高能生命反应。魔修除了灵石，还能感应生灵血气。50米以内风险极高。我不会再靠近。丹田重合。道友若有所求，我们都可以满足。我只要你的记忆。夫君，把你的身体给我，好不好？接受我，成为我。为什么？废丹谷里的浊气都比你这东西浓。天灵根，你是九霄剑宗的李离。知道的太晚了。
发现目击者，存在身份泄露风险。这样更快。知道疼。他们拿你养魂玉，杀了你身边所有人。你不该只想着早点死，这才对。还能走吗？能。那就跟上。数量和品质都没有问题。2名筑基魔修也保留了足够的神经活性，可以提取记忆。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。营寨里的守卫已经全部清除，矿洞入口的阵法仍维持正常。玉兰宗短时间内只会以为守矿弟子仍在隐瞒产量，足够我们撤走附近的联络人员，也足够研究部门读取情报。有了这批魂玉，至少可以制造数万台灵尸诱骗装置，很多普通特工会因为你这次的任务活下来。能用上便好。这个孩子，你准备如何处理？交给联络点。他能活到现在，不是因为魔修疏忽。你发现了什么？他没有受到晦气侵蚀，身体也没有被抽取过精血。魔修特意保留了他的完整状态。高品灵根，或者特殊体质。要么准备培养成魔修，要么准备等他长大后再取走身上的东西。按照组织追程，你有权决定他的去向。只看眼前价值，送回地球摘取灵根最直接。若培养起来，他能进入宗门，长期为我们获取情报。我在道仓18年，培养过不少下线。你认为他值得培养？值得。那便由你培养。我不懂如何训练下线，也不会把他带在身边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。进来吧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会在外修炼到筑基，再回去拜怒剑长老为师。准备留在广域城？去大荒东城，那里是新开发区域，拥有修为的特工不多，任务却很多。我也可以靠剑丹赚取修炼资源，不必一直依靠组织供给。我会替你申请魂玉任务的奖励。大荒东城每日都有修士死于争夺，比回剑宗安全便够了。上仙，谢谢你。我没有什么值得你谢的，我只是把你从矿洞带回来，之后的路由你自己走。这里的人给我干净衣服，也给我肉吃，他们把我当人。想一直被当成人，就学会让自己有用。我会学。那便活下去。炼器灵台境只达到传送的最低要求，传送中必须全力运转灵罡，承受不住空间挤压，传送电概不负责。明白。这种城墙防的恐怕不是人吧？李黎同志，欢迎来到53区。这里目前有多少正式特工？只有7人。真正拥有修为，可以进入大荒山脉执行任务的，算上你只有3个。任务很多？不是很多，是根本做不完。先从这2样说起。火黄石可以大幅提升灵化火药的爆发力，燃鱼骨研磨后可以帮助爆炸力量穿透修士灵航。配合使用，普通特工也能杀伤炼器修士。实验室已经完成初步验证，可2种材料都被大荒州势力限制外销。过去半年只取得这么一点，外州势力只能少量购买。
我们若突然大量收购，必然会被调查用途。本地人用它们做什么？只知道与炼丹、炼器有关，具体配方还没查到。不能以制造武器的名义买，那就让他们变成炼丹材料。X007 李黎，请求转接特区研究部。正在转接。特区研究部在线，请说明项目。我需要一份新的剑丹配方，必须将火黄石和燃鱼骨作为辅材加入。直接以2种材料作为主材，药效更容易稳定。不能是主料，主材用量明确，交易方会严格核对。我要让他们成为可以替换的辅材，由商会主动提供，并允许合理损耗。利用炼丹损耗节流材料。对，丹药还必须对剑修有足够价值，否则接触不到掌握大量灵材的势力。提交剑丹传承与计划书，项目将按照特洛伊计划优先级执行。接下来等研究部出配方。不能干等，先让大荒东城知道剑丹值得花灵石购买。快停了！卖钱场嘞！失传剑丹低价出售，无丹毒，低闹药，药力远胜普通冲灵丹。剑丹不是10颗能吃死9颗吗？这东西也敢拿出来卖，不怕巡查队封你的摊子？如何售卖？前辈是第1位客人，可以先试。此丹有何作用？冲灵剑丹，药效与冲灵丹相同，但药力至少强出3倍。老前辈，别真把命交代在这里。老夫已经280岁，百丹耐药，丹毒入骨，距离筑基只差1步，不拼便只能等死。这种威力已经接近半步筑基，不一定非要吃，拿来当攻击法器也比符箓便宜。老夫能走到今日，已算侥幸。今日再向天借一次命！果然要死人！这哪里是丹药，分明是在体内引爆剑气。筑基，老夫筑基了！10枚灵石，只买1颗，确实便宜。前辈误会了，10枚灵石1瓶。10枚灵石1瓶，给我3瓶！灵石在这里，先给我！别急！剑丹失传多年，这个炼丹师值得查一查。小友若愿加入御前宗，我宗愿以炼丹大师之礼相待。前辈亲自前来，令晚辈受宠若惊，但晚辈已有师门，不能改投贵宗。那确实可惜。剑丹为何对贵宗修士格外有效？我辈身体残缺，丹田有漏，寻常丹药留不住药性，剑丹中的狂暴剑气却能从漏处泄出。剑丹最大的缺陷，恰好被我辈的缺陷化解。2个缺陷拼在一起，反而成了优势。正是如此。晚辈不能加入贵宗，却可以替贵宗培养1名剑丹师。小友愿意传授剑丹，暂时只传利器
与筑基境使用的剑丹，更高境界的部分要等我向师门确认。足够了。小友对弟子有何要求？剑灵根最好，若没有，纯金灵根也可以。1个月内，咱家把最合适的人送来。小友的身份，咱家大概已经猜到。剑宗天灵根身在大荒东城，并不是难查的秘密。剑宗既没有接你回去，小友可是遇到了麻烦。筑基之前，我回去并不安全。剑宗不护，御前宗可以护。咱家亲自跟随小友一段时间，如何？晚辈不习惯被人贴身跟随，前辈给我一件传讯信物便好。此物可以抵挡元婴修士全力3击，若遇危险，注入灵气，咱家自会赶来。多谢前辈。各取所需，不必言谢。淬剑丹改良配方已经完成，改良淬炼剑气，减少灵力转化损耗。2种材料均已控制在服药范围，存在替代方案，配方逻辑不会引起怀疑。收到。淬剑丹成了。小友的丹药每次都如此吓人，药效如何？此丹只对剑修有效，可以直接淬炼丹田剑气，至少省去数年苦修。价值多少？对普通修士一文不值，对剑修可售50灵石1颗。荒宝楼45灵石收购，有多少收多少，成交。效果比化灵丹更好，尽可能多收。荒宝楼可以提供全部材料，小友只负责炼制，每颗丹药另付炼制费。大部分材料没有问题，但其中几种辅材来自北海，供应无法保证。可有本地材料能够替代？我试出了3种方案。选择第2种，但杨桑木严格限制外流，每次消耗都必须与成丹、废丹数量对应。火黄石与燃鱼骨也要逐一核对。那2种不用，他们不是同样限制外售，主要是为了维持定价。火黄石与燃鱼骨都用于制作火料，炼丹师日常消耗极大，合作炼丹师想买自然可以放宽。那我想购买一些成品火料，研究炼器。荒宝楼可以给小友友情价。真的买到了。荒宝楼限制的不是用途，他们只是想控制价格，不愿意让地对洲低价取得。远香楼是9楼，购买火料再正常不过。先把纯材料送回地球分析，等掌握分离技术，再从成品火料中大规模提取。普通特工的新式灵弹有材料了，这便是咱家为小友选的弟子。什么灵根？金灵根。叫什么名字？先生唤我阿欢便可。那不是你的名字。你父母给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卢烈。好名字，比阿欢适合你。他幼年被魔修以收徒为名掳走，魔修强迫他修习媚功，只有做此装扮，才能安静修炼。衣服与妆容都不是问题，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，穿什么都可以。可若是因为害怕魔修才不敢改变，那便说明你还没有离开魔窟。先生认为我还能变回来？先把剑握稳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。剑丹不是普通丹药，药材处理、药力淬炼和剑气塑形，任何一步出错都会伤人。弟子明白。不必称弟子，我只是代为传授，你我以道友相称。我控制不住钢筋电气。
你的剑气比我锋利，不要照搬我的力度，先从八面开始。剑气不是越快越好，绕力还没有稳住，便急着出剑，只会把它毁掉。先生，我成功了。切面均匀，药力完整，你已经入门了。多谢先生教导。这里记录了猎气、筑基两境常用剑丹的炼制要点，你可以自己触类旁通，但不要擅自改变药性结构。我会谨记。之后主要炼制淬剑丹，荒宝楼会提供材料，炼制所得报酬归你。这是先生与荒宝楼谈成的生意，所得灵石，我会为先生保留一份。可以。先生，您是第一个叫我真名，还认为我能够重新做回自己的人。真正把你从魔窟带出来的是御前宗，我只教了你一门手艺，但这门手艺给了我重新活下去的路。那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将来创造出重塑残躯、逆转灵属的功法。我会努力。哦，前辈不必如此。小友传下剑丹之法，救的不只是卢烈一人。从今日起，御前宗便是小友的盟友。小友有任何难处，都可向我宗开口。晚辈记下了，这是之前承诺的谢礼。这是世俗皇朝的印记，接国古系。接国，1000年前，接国曾试图摆脱宗门控制，后来全国被修士血洗，传承断绝。前辈与接国有什么关系？咱家曾是接国最后一位天子的贴身太监。接国太祖来历神秘，身负天灵根，这枚古系中还藏着他留给天灵根修士的秘法。小友，抱歉，玉质太滑。地球的文字，这枚传国玉玺为什么会出现在道仓？前辈，这古系底部是何文字？接语，写的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长。前辈能读懂接语？接国旧臣大多学过，古系中的秘法或许也以接语书写。这是接语与苍羽的对照文录。这种文字是接国太祖所创。是，苍羽适合修士以灵异读取，却不利凡人学习。接语方正简洁，是太祖专门为天下凡人创造的文字。不是相似，就是汉字。可惜接国覆灭后，再无人敢公开传授。小友若有一日位列东苍绝巅，希望能将接语重新传给世俗。若真有那一日，我会认真考虑。这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道仓？秦传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接国建立于道仓1000多年前，与传国玉玺在地球失踪的时代基本相合。有人在1000多年前带着玉玺进入了道仓。也就是说，门并不是18年前才第一次开启。至少曾经开启过一次，而且过去的是地球人，不是道仓修士。可能是唐末乱世中的人，带着玉玺、汉字和世俗皇权思想，在道仓建立了接国，还试图带着凡人反抗宗门，最终失败，全国被修士血洗。先读取玉玺中的内容。是天灵根秘法？不是，没有功法，没有修炼步骤。那里面是什么？一份檄文，接国太祖在鼓动凡人反抗修士。所以所谓秘法，只是为了等待新的天灵根继续复国。大概如此，但这段历史并非毫无价值。道
道苍凡人与宗门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，只要矛盾存在，凡人就拥有统战和利用价值。道苍入侵前，我的任务就是潜伏海外追回文物，没想到来到另一个世界，还能做回老本行。提取完信息后，由你负责送回地球，保证送回去。载宁。剑形灵台已经彻底凝实，继续吸收灵气，修为也不会再有增长。炼气境已经走到尽头，距离筑基只差最后一步。李黎同志，闭关结束了吗？进来吧。突破筑基了？还没有。3000多枚灵石都用完了，还是灵气不够？不是灵气不够，我的灵体已经凝实到极限，再多灵气也无法继续压缩。半步筑基，只差破境。以你的天灵根，即便不用筑基丹，也能强行突破。能突破，不代表没有代价。我24岁才入道，骨肉经脉早已闭锁，强行筑基，可能会把这些缺陷一起带入下一个境界。你想寻找破境灵物？破境灵物可以在突破时赋予修士新的灵属特性，或许能帮我弥补一部分错过天时的损失。适合筑基的天然破境灵物，大多都在大荒山脉深处，所以我必须进山。远香楼建立不到1年，还没有山脉内部的完整情报，现在独自进去风险太大。那我便先跟随其他探索队伍，把外围路线、妖兽分布和各处险地诺清，等情报足够，再独自寻找破境灵物。道友是灵厨，是兼修医术，会做药石，懂得处理常见毒伤，分润要求也低。你是北区坊市卖剑丹的那位？是我。既然是剑修，为何不以战斗人员入队？剑术不精，这些才是我擅长的事情。那便跟随我的队伍入山。自无不可。道友如何称呼？道号木马。木马？道友的道号倒是少见。在我家乡，木马有特殊含义。这位是木马道友，兼任队伍医师与灵厨，也是大荒东城最近颇有名气的剑丹上人。木马道友的医术，不会也和剑丹一样吧？要么立刻痊愈，要么当场暴毙。医术是医术，剑丹是剑丹。那便好。今日气运尚可，出发。转向左侧，不要继续直行。我们刚才若继续往前，正好会撞上他们。在大荒山脉，避开危险比击败危险更重要。停下！攻击那里。藏得这么深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风向、灵气和树木生气都不对，别停留，他的同类很快会过来。水医只有炼气3境，却能带着这支队伍避开所有高危区域。这种修为配置敢进入中部，也只有跟着水道角才有这个胆量。原地休整1个时辰，不要离开阵法范围，也不要随意触碰附近灵植。水道友，我们先前猎得的云壤还没处理，在下正好擅长烤肉，不如今日由我为诸位露上一手。胡道友的好意心领了，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。木马道友在远香楼学过灵厨之术，今日正好让我们见识一下。木马道友来到大荒东城才多久，
血液未必已经精熟，不如还是由我。云壤数量有限，胡道友莫要用兴趣挑战别人的专业。那便由我来吧。你出门历练还随身带这么多东西，吃不好，遇到危险时便没有力气逃命。阵法已经布好，可以开始了。这东西能放大情绪，降低戒心，本来就是用来套话的。以他们的修为，这个剂量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就是远香楼的味道。还有多久？火候还差一点。一点是多久？能不能快些？慢些吃。这真是云壤肉！再来一碗！先给我尝！一碗！不能再吃了。为什么？这锅药食刺激性很强，继续服用会导致灵气与神经失控。些许内伤而已，我们承受得住。木马道友，再做一锅，只要再让我吃一口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木马道友，你当真不肯再做？糟了，高估了他们的耐受能力。木马道友的手艺确实非凡，但其中应当含有刺激心神的特殊成分，只可偶尔使用。第一次使用云壤，分量判断出现了一点偏差。休整结束，继续深入。木马道友来到大荒山脉，真正想找的是什么？为何觉得我另有目的？你与荒宝楼的交易已经赚取了大量灵石，单纯为了收益，没有必要冒险进入山脉中部。我在寻找破镜灵物，最好能够重新打开已经闭锁的骨肉经脉。地元灵胎，你知道哪里有？我不能确定具体位置，但天目山掌握着大荒山脉的详细勘察图，也有专门寻找地元灵胎的符箓，我可以全部交给你。条件是什么？在说条件之前，是否应该重新认识一下？天目山亲传弟子水一，老宗主的孙女之一。九霄剑宗李离，你果然没有打算继续装下去。你从一开始便认出了我。听闻剑宗的天灵根出现在大荒东城，我便专程来见你。你想要我的灵根？你已经炼化性灵隐，我还没有蠢到强取灵根。我想要借你的天灵根净化灵气。同修，天灵根五行相生，能够替他人梳理驳杂灵气。我的功法与体质存在冲突，普通净灵法只能暂时压制。队长运功不行，问题已经深入根基，普通队长同修无法让灵气完成完整循环。抱歉，这种交易我不接受。你当然可以拒绝，但地元灵胎极其罕见，没有天目山的地图与寻物符，你可能要在大荒山脉寻找10年、20年。你已经错过天时，拖得越久，能够补回的根基便越少。我提供天目罗盘、完整勘察图、寻物符和寻找地元灵胎需要的全部准备。灵石、丹药、阵盘和护身灵气也可以由我补足。水一是天目山核心弟子，又是老宗主的孙女，与她建立关系，对任务同样有价值。
这次历练结束后再谈。好，我会提前准备好所有东西。唉，这次真把自己卖了，主要是他给的太多了。毒线下方还有一条细小毒脉，从这里下刀才不会让毒血回流。水道友，口头说明便好。我只是担心晚饭出问题。你能不能不要添乱？我爷爷前些日子送了我一枚雷珠，我留着也没有用，正在考虑应该送给谁。木马道友果然识时务。雷珠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，暂且忍它。这是个小钱啊！今晚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根据你的描述，他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借助天灵根净灵，没有其他算计，无法100%排除。但她是天目山老宗主的孙女，本身不缺普通资源和靠山。以她的身份，强行谋害你，需要承担的风险远高于与你交易。他还想趁我落魄时提前建立关系。你是错过天时的天灵根，现在看似处境尴尬，将来一旦弥补根基，他可能连见你的资格都没有。对他来说，这既满足个人，也是一笔长期投资。听起来倒是很合理。他还是天目山核心人物，这段关系具有极高的长期情报价值。我明白。考虑清楚了？先把条件说清楚。你说。天目山勘察图、天目罗盘，寻找地元灵胎的符箓、雷珠，以及进山所需的丹药、阵盘和护身物，全部在这里。此次交易结束后，是否继续往来，由双方重新决定。可以。不得以这件事威胁我，也不能向外泄露我们的关系。我同样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开始吧。寻物符只能确定大致方位，真正进入险地后，仍要靠你自己。知道了。李道友保重。确实一件没少。接下来必须把地元灵胎找到。好，劫雷凝聚的雷珠，水姨给的交易物，尽快送回地球。研究部门一直在尝试模拟劫雷，这枚雷珠可能帮助他们突破瓶颈。我接下来会独自进入大荒山脉。不再跟随探索队。水姨已经提供了完整地图，跟随其他人反而容易暴露真正目标。遇到无法判断的危险，立即放弃。地元灵胎可以再找，命只有一条。我明白。有反应了。顶部是荒蓝鹰，中层由猿类占据，
底部则是蛇虫与腐生植物。不能对抗生态，融入它才能安全通过。道友来到这里，可是准备追？小心他的暗器！这个地方，两人一组，相互防守，还有虫子替他们搜洞。这里是他们的地盘，继续走地面，迟早会被围住。直接御气飞行也不行，灵气波动太明显，只会告诉所有人我在哪里。不靠灵气飞，那就借石头飞。钩索负责牵引。灵气只在转向和减速时使用，动静小，速度也够。可敬，那小子跑不了多远。找到之后，先废了他的腿。上面！不能恋战。我的目的不是剿匪，先找到地缘灵胎。前面还有人。谁？人在上面，别分开，把人都叫过来。发现我的移动方式了，不能再跟他们纠缠。宝物在里面，直接冲过去。留下！第三队，剩下的人已经开始抱团，正好，他们越集中，我越容易甩开。反应比之前强了10倍不止。地缘灵胎就在这里，人在里面，堵住出口，别让他再跑了。6个筑基，领头的还是筑基3境，继续打，我没有胜算。天目罗盘，道友是天目山的人？不是。不是天目山的人，却能拿到这种东西，看来道友身上的好东西不少。道友能在石林里杀我几对兄弟，还一路闯到这里，本事确实不小。我也不想平白折损人手，交出部分宝物，以后留下来做个7当家，总好过今日死在这里。他们忌惮我，那就有的谈。7当家。条件倒是不算差，识物便好。不过，做匪是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修炼资源。那我为什么要做7当家？你这个大当家让给我不是更合适？你找死！大哥，让我宰了他！都闭嘴！道友凭什么坐我的位置？因为我能让你们赚得更多。空口说话谁不会？所以先看看货。退远一点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真打起来，我未必能活，但你们至少要死一半。啊！等等，这是剑丹。大荒东城最近有一位剑丹上人，这些丹药是你从他那里买来的？买？用不着。因为剑丹上人就是我，
原来是剑丹上人当面，先前多有得罪。现在可以继续谈了吗？可以。我不要你们的命，我要你们替我做事。上人准备让我们做什么？还是做你们最擅长的事情，抢人。但不是见人就抢，这种做法收益低，风险高。今日若不是遇见我，你们也许能抢到一些宝物。然后呢？1个月没有肥羊，你们便1个月没有修炼资源；3个月没有，你们还能撑多久？上人的意思是，以后由我给你们提供目标，什么人值得抢，什么会经过这里，谁身上带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我会尽量提前告诉你们。另外，每个月都有固定月历。什么都没做就先给，不是白给，不是白给。以后你们取得的情报、灵物、功法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全部登记，所得收益按照贡献分配。抢你一次，最多付上几年。可若跟你合作，几年之后还能再有几年。正是这个道理。这笔买卖我们做，先别急着答应。以后由我负责与你们交接。这不是妖兽，没有血气，没有灵性，机巧傀儡。你们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，只需要记住，不许跟踪，不许拆解，更不许试图通过它寻找我身后的人。手下明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昌远。昌远，筑基3境多久了？接近10年。我资质一般，这辈子能结1枚伪丹都祖上积德。凝金丹需要多少？大人的意思是帮你结丹。凝金丹价格极高，需要多少颗？3颗。确定？5颗，我有把握结丹。可以。你若成为金丹，这里才真正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据点。血魂之气，请大人收下。你知道交出它意味着什么？大人可以寻此找到我，毁去魂器，也足够让我生不如死。我既想让大人信我，就该拿出让大人相信的东西。半个月。什么？5颗凝金丹，半个月内送到你手里。属下明白该怎么做。起来，现在先替我找一样东西。何物？地元灵胎。我们在这里盘踞这么多年，竟一直坐在这种宝物旁边，所以你们以前的抢法效率太低。找。东侧没有，北侧岩洞也没有发现异常，全都查过了，没有地元灵胎。大人，石山里没有，那地元灵胎就在这水潭下面。这么大的水潭，却连一条鱼都没有，这里不对劲。昌远，你在这里盘踞这么久，对这水潭了解多少？只知道有这么个地方，以前派人搜过石山几次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至于这水潭，既没有灵药，也没有妖兽出没，我们从没认真探过。让他们先回石林吧，咱俩留着就行。明白。所有人先撤出去，没有命令不要回来。大人，这是探水的技巧。差不多。还真是一只活物都没有。越是干净，越不像安全的地方。这种地形不像普通水潭。石林古石内外一体，后来有天外陨星坠落，才形成如今的内部地貌。石柱崩毁，中心凹陷，雨水长期灌入，这是一个陨石坑。陨星砸出来的？但不太对，撞击范围不大，坑却深得异常，体积不大，质量却极高。当年的陨石不是普通东西。停！发现地元灵胎了，先看看。不是灵物干扰，是辐射。辐射？金毒。潭底有金毒矿，而且浓度很高。地元灵胎就在附近，又有高强度放射性矿物，下面到底埋着什么？大人，要亲自下去吗？不下。大人也会怕？怕黑，
怕深水，怕未知，都是人的本能。知道害怕，才不会死得莫名其妙。那我替大人探一探。蛊虫？我不是蛊师，是虫师。区别呢？虫师不炼蛊，只培育战虫。这只看起来不太高大威猛，刚养没多久，传承也是以前抢来的。不过探路足够了。怎么了？水下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太大了。我的银甲虫最后只看见一个黑影，它一动，我的战虫就没了。它醒了。身体在示警，不是我的错觉。快走！连捕食本能都压住了，他的呼吸急促，他们只想逃。大人，我们到底惊动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但能让整个石林的生灵一起逃命，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能招惹的东西。紧急情况！1级丙类受潮，所有人立刻回城，快回大荒东城！1级受潮，什么意思？路上解释，先走。1级代表规模，整个外围甚至部分中部区域都被惊动，至少是100万级妖兽迁逃。丙类呢？天灾地难引发，他们不是来攻城，只是在逃命。能把100万妖兽一起吓跑，我们到底把什么放出来了？出来了！石灵，世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石灵？石灵，地元灵胎。大人要找的东西，就是石灵尚未真正成灵之前的形态。潭底的金毒矿，不是在他旁边，就在他身体里。这么大的金毒石灵，他若进入凡人地界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死地。不对，什么？他不是单纯被惊醒，他有目标，他要去攻城。